在中国南方农村，这两种牛天天在一个水塘里泡着，一块田埂上吃草的场景实在太多了。奇怪的地方就在这儿，你见过它们在一起，可你见过它们的后代吗？这就引出了一个让人挠头的问题：黄牛和水牛到底能不能杂交？如果能，生下来的会是什么东西？长着黄牛的脚还是水牛的脚？性格随爹还是随妈？答案没那么简单，得从他们的身份来历、身体构造、生活方式一层一层拆开看。等把这些都搞清楚了，那个让你困惑了很久的问题自然就有答案了。先把身份搞清楚。前面说了它俩不同属，这事儿的严重性可能你还没完全意识到。黄牛的大名叫普通牛，属于牛属；水牛的大名叫亚洲水牛，属于水牛属。注意，是属不一样，不是种不一样。种不一样还好说，狮子老虎还能生出狮虎兽呢，但跨了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就好比猫和猞猁，虽然都是猫科，但想让它们生出后代来，门都没有。中国本土的黄牛细分起来有5大类群，从北到南，体型长相都不太一样。而国内的水牛绝大部分都是沼泽型，祖祖辈辈在水田里干活的那种，长相上也差得很远。黄牛的脚一般短而光滑，往前或者往上弯，毛色从黄褐到黑红都有，体型偏瘦高，看着就利索。水牛呢，那对角又粗又长，往两侧展开，然后往后弯，像个巨型月牙，皮肤黑黢黢的，几乎没毛，身形矮壮敦实，一看就是干力气活的好手。对了，顺便说一句，水牛的皮肤汗腺少得可怜，这也是它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往水里泡的根本原因，不泡不行，热得受不了。分布上也有讲究，黄牛全国哪儿都能养，从东北的雪地到云南的山区，适应性极强。水牛就比较挑剔了，基本集中在南方水稻产区，哪儿有稻田哪儿就有水牛。中国曾经是全球水牛存栏量最高的国家之一，农耕时代那会儿，南方农村要是没有水牛，水稻田根本种不转。两种牛的作息节奏完全是两个世界的。黄牛是典型的白天干活型选手，天一亮就开始活动，采食、溜达、反刍，到了中午找个阴凉地歇一会儿，下午继续。气温高点低点它都能扛，北方冬天零下10几度，照样在外面晃悠。水牛就不一样了，它的日程表里有一项雷打不动的活动，泡澡。每天泡水4到6个小时，换算一下，相当于一个上班族每天花掉将近1/4的工作时间泡在浴缸里。到了夏天极端高温的时候，泡水时间还得往上加，这可不是享受，是刚需。水牛皮肤上的汗腺只有黄牛的1/6左右，靠出汗散热基本指望不上，只能靠外部水源来降温。而且泡水这件事对水牛来说是一举3得，第一当然是降温，第二是驱蚊虫。南方稻田里的蚊子有多凶，在座的南方朋友应该都懂。第三是去除体表寄生虫，长时间泡着，那些蜱虫、虱子之类的根本待不住。所以水牛的日常是这样的：清晨趁凉快赶紧吃一波草，太阳一上来就进水塘泡着，泡到傍晚凉快了再出来吃第2轮。至于北方那种露天过冬，水牛根本做不到。气温降到5度以下，它就开始出现冷应激反应，0下就更不用说了，没有保暖棚根本熬不过去。这也是为什么你在东北能看到黄牛成群结队，却看不到一头水牛。到了吃饭这件事上，两种牛的表现也很有意思。它俩都是反刍动物，吃草、嚼秸秆这些基本功都没问题，但消化系统的配置不一样。水牛的瘤胃，也就是那个发酵草料的大容器，在同等体重下比黄牛大了 15%到2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能装更多草料，而且分解粗纤维的效率比黄牛高出 10% 以上。说白了就是水牛不挑食。你给它老硬的干秸秆，黄牛可能嚼几口就不太情愿了，水牛照吃不误，消化的还挺好。反过来，黄牛对精饲料的利用率更高，吃同样的精料，黄牛长肉的速度比水牛快。所以现在做肉牛养殖的大多选黄牛品种，不是没道理的。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差别，水牛敢下水，它不光在水塘里泡着，还会涉水去采食水里的植物，什么水草、芦苇，来者不拒。黄牛就完全没这个本事了，别说深水，水没过膝盖它就开始紧张，绝对不会主动往水里去找吃的。你要是把黄牛赶到水田里，它站在田埂上犹犹豫豫的样子，跟怕水的猫似的。至于口味偏好，
黄牛更喜欢鲜嫩的牧草，嘴巴刁一些。水牛对老硬秸秆的接受度明显更高，给什么吃什么，特别省心。所以南方农村有句话叫水牛好养活，说的就是这个。两种牛在社交这块的风格也完全是两路人。黄牛的群体里等级秩序很严格，一群黄牛凑在一起，谁地位高谁地位低，那是打出来的。他们会频繁地用顶角、推挤来确认和巩固自己的位置，等级森严到连喝水的顺序都有讲究，地位高的先喝，地位低的在后边等着，谁要是坏了规矩，当场就得挨一顿顶。水牛群体里的氛围就平和多了，不是说完全没有等级，但打斗的频率和激烈程度明显低得多。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集体泡水。一群水牛泡在水塘里，只露出脑袋和那对弯弯的大脚，这个场景对他们来说不光是降温，还是一种社交活动。在水里的时候，水牛之间的互动会明显增多，互相蹭蹭脑袋，碰碰脚，情绪比在岸上放松得多。不过这两种牛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以母系为核心组成群体的。公牛成年后往往会被边缘化或者单独活动，牛群的主体永远是母牛带着小牛，外加几头未成年的年轻牛。这个社交流水线在黄牛和水牛那里都一样稳定的运转着。先从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说起，牛的视野范围接近360度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站在它身后，你以为它看不见你，其实它早就知道了。牛的双眼分别长在头部两侧，左右眼的视野几乎覆盖了身体周围一整圈，唯一的盲区在正后方大概一个巴掌宽的角度。你可以想象成一个人戴了一副能看遍全身周围所有方向的超级眼镜，只有后脑勺正中那一小块看不见。不过这种全景视野是有代价的，牛的立体视觉很差，判断距离的能力不怎么样，所以有时候你在前面拉绳子，它犹犹豫豫不敢往前走，不是倔，是它真看不清前面那个坑有多深。嗅觉方面，水牛比黄牛强出一截。水牛的鼻子灵敏度极高，能在很远的地方就捕捉到空气里的水汽味道。在干旱季节，一群水牛能凭着嗅觉找到几公里外的水源，相当于你在家里就能闻到几条街外餐馆在煮什么菜。黄牛就没这个本事了，找水基本靠记忆和视力。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需要澄清一下，牛对红色并不敏感。斗牛士拿红布激怒公牛，起作用的是布的抖动，不是颜色。你把红布换成蓝布、绿布，只要晃动幅度够大，牛的反应是一样的。它真正敏感的是移动中的物体，这是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生存本能。草原上会动的东西，要么是天敌，要么是猎物，必须盯紧了。对了，黄牛对高频声音的听觉敏感度比水牛高一些，这也是为什么北方的老农吆喝一声，黄牛老远就有反应，而水牛往往需要走近了喊才理你。现在要进入一个硬核的部分了，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了一开始那个疑问的终极答案。黄牛的染色体是60条，也就是30对。水牛呢？看你遇到的是哪种。国内常见的沼泽型水牛染色体是48条，24对。国外还有一种河流型水牛，50条，25对。拿国内最常见的组合来算，黄牛60条，水牛48条，差了12条。12条染色体是什么概念？我们拿马和驴来对比一下，马是64条染色体，驴是62条，只差2条。马和驴好歹还能生出骡子，虽然骡子不生育，但至少能生出来。而黄牛和水牛之间差了12条，这个差距比马和驴大了整整6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物种分化的道路上，黄牛和水牛各自走了太远太远，远到生命最基本的遗传语言已经无法互相翻译了。具体来说，当黄牛的精子和水牛的卵子相遇的时候，问题就来了。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碰上了就行，它需要双方细胞膜上的一整套蛋白质分子互相识别、匹配、锁定。这个过程就像是钥匙和锁的关系，黄牛的钥匙根本插不进，也不会去插水牛的锁。这就是所谓的受精前生殖隔离，连结合这一步都走不到，后面的一切都免谈。用人工受精技术强行把精子注入卵子里面去，科研人员还真试过，结果是强行结合之后，受精卵确实能分裂几天，但发育到早期胚胎阶段就彻底停滞了，最长撑不过2到3个月就自行死亡吸收，从来没有一例能发育到足月分娩的。这就是受精后生殖隔离，就算是强行闯过了第一关，遗传物质的不兼容会让胚胎自己崩溃。
这两个隔离机制加在一起，就像一道双保险的铁门，把跨属杂交的可能性彻底封死了。除了遗传层面的差异，身体结构上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数据。水牛的皮肤厚度是黄牛的 1.5 到2倍，摸上去像一层厚实的铠甲。但别以为皮厚就耐热，恰恰相反，水牛皮肤里的汗腺数量只有黄牛的1/6，所以它散热基本不靠出汗，靠什么？靠泡水，我们之前已经详细说过了。另外，水牛的蹄子比黄牛宽大得多，踩在水田的烂泥里不容易陷下去，像穿了天然的大号雪地靴。黄牛的蹄子更紧凑更硬，适合在旱地上奔跑和行走。你要是把它赶到泥泞的水田里，它每走一步都在往下陷，狼狈的不行。说到各自的看家本领，这两种牛在极端环境下的表现简直就是两个极端。水牛有一项让人意想不到的技能，它能憋气潜水。在浑浊的水塘里，水牛可以把整个头埋进水里，潜下去采食水底的水生植物，一口气能憋将近1分钟。你想象一下，一头体重几百公斤的庞然大物，像潜水艇一样在水下啃水草，只留一对弯弯的牛角在水面上慢慢移动，那个画面又好笑又有点厉害。而黄牛的抗寒能力，水牛这辈子都学不来。黄牛可以在零下20度的环境里短期存活，靠的是什么呢？第一是皮下脂肪的堆积能力极强，秋天吃进去的营养会转化成一层厚厚的体脂，相当于穿了一件天然的羽绒服。第二是它的新陈代谢在冬天会自动调高，产生更多热量。所以北方的黄牛到了冬天看着慢悠悠的，实际上内部一直在加足马力燃烧热量。水牛到了5度以下就开始出问题，冷应激会让它的血管收缩，免疫力下降，再低下去就可能冻伤甚至死亡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水牛永远越不过长江以北的冬天，不是它不想去，是生理构造真的不允许。水牛在南方夏天自带的防晒和防蚊系统也很绝。泡完水之后，它会在泥浆里打滚，让全身上下裹上一层厚厚的泥壳。这层泥壳晒干之后，同时起到3个作用：防晒，挡住南方烈日的紫外线直射；防蚊虫，泥壳硬了之后蚊子的口气根本刺不穿；降温，泥壳里的水分缓慢蒸发，带走热量。这简直就是一套免费的天然全天候防护装备，比什么防晒霜、驱蚊水都好使。黄牛没这个泥浴的习惯，但它有另一套策略，靠体脂。前面说了，黄牛脂肪沉积能力强，这个能力不只是抗寒用的，也是抗饥荒用的。在牧草稀少的旱季或者雪天，黄牛能靠消耗体脂撑很长一段时间不掉膘，水牛在这方面的储备就差一些。最后说一下它俩共同的绝技，反刍。吃进去的草先在瘤胃里简单发酵一下，然后有空的时候再返回到嘴里细细咀嚼一遍。这个倒嚼的过程能让草料的消化利用率大幅提高，相当于把吃进去的东西加工了2遍。你看到一头牛趴在地上，嘴巴不停地在动，那它就是在反刍，不是在嚼口香糖。进入繁殖这个话题之前，有一个时间上的差异必须先说清楚，黄牛全年都可以发情，水牛不行。黄牛的发情周期不受季节控制，只要身体状态好，一年4季都可能进入繁殖状态。母黄牛每隔21天左右就会发一次情，每次持续10几个小时。到了发情期，它会变得焦躁不安，频繁叫唤，还会主动去爬跨其他牛。公牛闻到母牛发情时释放的信息素，也会立刻进入状态，甚至不吃不喝的跟着。它的发情有明显的季节性，主要集中在夏秋2季。春夏之交，雨水多，气温高，食物充足的时候，水牛的身体才会释放繁殖的信号。到了冬天，整个繁殖系统自动进入休眠模式，对异性基本没兴趣。这也是为什么水牛的繁殖率一直比黄牛低的原因之一。黄金受孕窗口每年就那么几个月。公水牛的求偶行为也比黄牛激烈得多。2头公水牛为了争夺1头母牛，干起仗来是真下死手，用那对又粗又大的脚猛烈撞击对方的头部和身体侧面，打斗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都远超黄牛。在野外或者半放养状态下，公水牛之间的求偶争斗出现伤亡的情况并不少见。相比之下，公黄牛的打斗就温和一些，通常分出高下就收手，不会往死里整。还有一个在自然状态下非常关键的现象，跨属的公母牛之间几乎不会发生交配行为。这不是谁规定的不行，而是他们各自释放的性信息素完全不同，根本识别不出对方是潜在的交配对象。
在黄牛眼里，水牛就是一头又黑又大、气味奇怪的东西，完全激不起任何繁殖冲动。反过来也一样，所以即便把一头发情的母水牛和一头成年公黄牛关在一起，它们大概率互相看都不看一眼。至于怀孕时间，它俩倒差不多，都在9到10个月之间。从怀上到生下来，大概就是人类的孕期长度。所以农村有句话叫牛9月，指的就是牛的怀胎周期。好了，现在该正面回答一开始那个问题了。答案是不能。黄牛和水牛生不出后代来。这不是谁拍脑袋说的，而是被科学反复验证过的结论。在全球范围内，所有记录在案的科学实验中，没有任何一例黄牛与水牛成功产生稳定杂交后代的案例，一次都没有。这个答案之所以确定，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的是属间生殖隔离，跨了属的物种，遗传物质的差异已经大到无法组合成一个能正常发育的生命体。那么网上那些黄牛和水牛的杂交后代照片是怎么回事？答案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，那些基本都不是黄牛和水牛的孩子。最常见的一种误认是把片牛当成了黄牛、水牛的杂交后代。偏牛是什么？是黄牛和牦牛杂交生出来的。黄牛和牦牛是同一个属的，虽然也是跨种杂交，但同属之间是可以产生后代的。偏牛长得确实有点像水牛和黄牛的中间体，毛色偏深，体型粗壮，脚型也介于两者之间。不明真相的人看了很容易联想。但偏牛跟水牛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它的爹妈是黄牛和牦牛。还有人声称自己村里见过水牛和黄牛杂交的牛，这种情况 99.9% 是品种不纯造成的误判。有些地方品种的黄牛毛色偏黑，体型偏矮壮，长得像水牛，或者反过来，有些水牛品种的脚比较小，毛色偏浅，看起来像黄牛。再加上杂交改良过程中各种品种的混血，出现一些四不像的个体并不稀奇。但这些都是同一种内或者同属内的混血，绝不是跨属杂交的产物。国内科研机构曾经做过人工受精的杂交实验，把黄牛的精子人工注入水牛的卵子，或者反过来。结果之前已经说过了，受精卵在发育2到3个月之后，无一例外的停止发育并死亡。2到3个月是什么概念？牛的正常孕期是9到10个月，这些胚胎连1/3的路都没走完就撑不住了。遗传物质的不兼容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结局，干预不了。反过来的例子则恰恰证明了规则本身。普通牛和流牛可以杂交，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属的不同种。沼泽型水牛和河流型水牛可以杂交，因为它们也是同一个属内的。但只要跨出属这个门槛，一切免谈。同属之内尚且可能，跨属则毫无希望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马和驴不也是不同种吗？怎么就能生出骡子来？这是因为马和驴属于同一个属，马属。同属不同种，差距大约相当于表兄弟，虽然生的孩子不育，但至少能生。黄牛和水牛连属都不一样，差距相当于远房亲戚，不对，确切的说是连亲戚关系都很远的那种。用人的辈分来类比的话，马和驴是堂兄弟，黄牛和水牛连一个太爷爷都不是。虽然他俩生不出共同的后代，但各自的育儿方式还是有些值得聊聊的。水牛的小牛犊出生时体重比黄牛犊重 10%到15%，别小看这多出来的一点重量，对于一出生就要面对水田泥泞环境的幼崽来说，多几公斤的体格意味着更早站稳，更快跟上牛群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水牛幼崽的整体生长速度反而比黄牛慢。黄牛犊在精饲料的加持下增重速度很快，几个月就能看出明显的变化。水牛犊靠吃粗料和母乳，长肉的节奏不紧不慢，属于慢性子成长路线。母水牛的护崽行为在所有家牛里算是出了名的强。一头刚生完小牛的母水牛对任何靠近幼崽的生物都会保持高度警惕，包括它认识了很多年的饲养员。你要是当着它的面去碰小牛，它可能前一秒还在安静泡水，下一秒就冲上岸来用脚对着你。黄牛的母性也不差，但整体上没有那么激烈的护崽反应。黄牛的小牛犊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本事，出生之后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能自己站起来走路。这个速度对于野生食草动物来说至关重要。在自然界，刚出生的幼崽如果长时间站不起来，跟不上群体，就会被天敌盯上。
这个本能经过上万年的驯化之后依然保留着，即便是现在在安全的牛棚里出生的小黄牛，也会在出生后不久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尝试迈出第一步。把镜头拉远一点，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牛，你会发现它们扮演的角色比想象中重要得多。在野生状态下，牛的祖先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初级消费者，吃草、被吃，处于食物链的中游位置。那些大型食肉动物，比如老虎、豹子、狼群，都把野牛当成重要的食物来源。不过自从被人类驯化之后，它们就基本上从食物链里退休了，不再需要时刻提防天敌，专心替人类干活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家养状态下，它们反而成了农田生态系统的重要改造者。水牛在水田里踩踏行走的过程，会把泥土踩得更细更匀，加上排出的粪尿直接肥田，等于一边干活一边施肥。南方的水稻田能保持上千年的肥力不衰退，水牛的贡献功不可没。黄牛的粪便则是旱地农业的核心肥料来源。在没有化肥的年代，一头黄牛就是一个移动的有机肥料工厂，拉出来的东西比吃进去的草还金贵。现在我们来聊一个真正让人震撼的事实，黄牛和水牛的祖先在距今大约200万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了。200万年是什么概念？那会儿人类还处于直立人阶段，现代智人根本还没出现。也就是说，当黄牛和水牛的祖先各自走上独立进化道路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还在非洲的草原上琢磨怎么用石头砸骨头。经过了整整200万年的各自演化，这两个物种的基因差异已经积累到了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，大到连最基本的生殖细胞都无法互相识别。黄牛的祖先是曾经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野生原牛，这种体型巨大的野牛在大约1万年前被西亚地区的人类驯化，后来随着农业文明的扩散传播到全世界。而水牛的祖先则走了另一条路，他们留在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的湿热地带，在大约5000年前被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稻作先民驯化，成为了水稻种植的标配动力。这个时间差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。黄牛跟着旱地农业文明走了1万年，进化出了一套适应干旱、寒冷、长途迁徙的身体配置。水牛则在水田和沼泽里泡了5000年，进化出了耐热、耐湿、善求水的完全不同的身体配置。两种牛分别适配了人类农业文明的2条完全不同的路径，旱地农耕和水田农耕。所以它们长成今天这个样子，骨子里的差距从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积累了。在机械化普及之前，这两种牛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2条腿，缺了哪一条都不行。北方旱地的翻耕、播种、拉车、碾场全靠黄牛。一头壮实的黄牛能拉着犁一口气干大半天，还能在农闲时拉车跑运输。黄牛的肉能吃，奶能喝，皮能治革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浪费的。南方水稻产区的耕作就更离不开水牛了。水田里烂泥没稀，黄牛下去根本迈不开腿，只有蹄子宽大的水牛才能在水田里来去自如，拉着犁把泥浆翻得又深又匀。中国水牛的存栏量曾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，在那个农耕全靠蓄力的年代，这个世界第一背后是无数南方农民一年到头的口粮保障。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水牛的奶营养价值比普通黄牛奶高出一截。水牛奶的乳脂率、蛋白质含量都明显高于常见的荷斯坦黄牛奶，做出来的奶酪和酸奶又香又浓。在意大利，最顶级的马苏里拉奶酪就是用当地的河流型水牛奶做的。国内南方有些地方也开始发展水牛乳业，走的是小众高端路线。当然，现在拖拉机取代了牛犁，机械化之后，这两种牛的应用价值都在下降，但它们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，而是换了个赛道。黄牛转向了肉用和乳用养殖，成了餐桌上的主力蛋白质来源。水牛也有一部分往肉用和乳用方向转型，只是节奏比黄牛慢一些。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，牛这个形象本身就带着一种很特殊的情感色彩。老黄牛3个字在中国语境里是勤恳、踏实、任劳任怨的代名词。说一个人像老黄牛，那是极高的评价，意味着这个人埋头苦干，不耍滑头。黄牛的文化形象大多和北方的旱地农耕绑定在一起，黄土、犁铧，夕阳下慢悠悠走在田埂上的剪影。水牛的文化意象就偏南方的水乡风情了。
牧童骑在水牛背上，吹着笛子趟过浅浅的溪流，这个画面在中国山水画和古诗词里反复出现，几乎成了江南田园风光的一个固定符号。水牛关联的是一种更湿润、更诗意的生活途径，和黄牛那种硬朗的北方意象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。12生肖里的牛基本上是以黄牛为原型塑造的，短角、黄毛，身形矫健，一看就是北方旱地的品种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北方人对牛的第一印象就是黄牛，而南方人想到牛，很可能脑子里浮现的是一头泡在水塘里的黑色大水牛。说到民间那些关于骑牛的传说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对罕见品种或者特殊个体的夸张演绎。有地方说某家养出了一头牛头马面的怪物，其实就是那头牛的脚长得比较歪。还有人说见过水牛和黄牛的串种，结果一查，要么是谝牛，要么就是品种特征不明显的地方土种牛。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，这些误认和传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毕竟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把两种牛放在一起仔细比对。而这些传言传来传去，慢慢就变成了好像真的可以杂交的模糊印象，一直流传到今天。在评论区聊聊你记忆里关于牛的故事，挺想看看大家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哪种牛。